穆泽绝对也是重生的，尤其是当穆泽对差点被活埋的陆安然说：“那本王告诉你，你就算是做鬼，也是庆王府的鬼。”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头皮都发麻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事实上，穆泽在复流年中已经露出了好几回马脚了。一、穆泽的原点论。在穆泽以陆云的性命来要挟陆安然再次嫁给自己时，我就疑心过，这家伙不会也是重生的吧？因为他的那几句话根本就是对前世的陆安然说的。穆泽说：“本王说过，最讨厌被别人安排。本王要将一切回到原点，而这原点在哪里，你很清楚。”陆安然反问：“难道殿下觉得皇上会允许你再娶一个名声扫地的陆家女吗？”穆泽回答道：“本王倒是觉得这件事情父皇不必知道。陆小姐，你不会以为再进庆王府还是正妃吧？回到原点，你只配做妾。”你品，你细品，可能有很多观众，甚至包括此时的陆安然，都以为穆泽所说的原点是指回到陆欣然替嫁之前，回到陆安然和穆泽定下婚约那个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世的陆安然从未嫁进过庆王府，她只是和穆泽有过口头约定，以婚姻的形式来和穆泽合作。这一点在后面滴血为盟的时候，婚姻之约也已作罢，甚至在皇上的圣旨中也只提及是陆家女儿，而没有指名道姓是陆安然。也就是说，陆安然和穆泽顶多算是私相授受，私定终身。陆安然根本算不上进过庆王府，甚至连庆王的未婚妻都算不上。而陆欣然虽然有冒名顶替之嫌，却也只算是抠字眼钻空子，并不算欺君。所以穆泽的这句话若说是对这一世的陆安然说的，多少有点牵强，但如果说这句话是对前一世嫁过穆泽的陆安然说的，那就太合适了。前一世的陆安然不但嫁给了穆泽，还怀孕过2次，并生下了玉儿。而这一世的陆安然不仅没有和穆泽谈恋爱，而且逃开了和穆泽的婚姻，甚至与穆川卿卿我我起来。若穆泽不是重生，哪怕是对陆安然有些许心动，看在九弟的面子上，应该也会放手成全对方吧。但穆泽听闻后却是大怒，想方设法的非要陆安然嫁给自己不可，甚至降她为妾来惩罚她。这句话不更像是丈夫对红杏出墙的妻子动用夫权吗？2. 提前迎娶萧京阙。如果上一个理由还不足以说明穆泽也是重生的话，那提前了整整3年纳娶萧京阙，这个应该算是重生后的穆泽纰漏最大的一件事了。在上一世中，穆泽是和陆安然成亲5年后才纳的萧京阙为妾。陆安然生辰那天，陆欣然抱怨说：“这殿下才娶了姐姐5年，就纳萧京阙入府，亏我们陆家要钱给钱，要船给船，真是辜负了你。”陆安然解释说，朝中重文轻武，时隔多少年才出了一个骁勇善战的萧映，这样的人，殿下怎么可能不揽入麾下？陆安然所说的是时隔多少年，以此推论，在穆泽成亲5年之后，萧映的实力才算是正式展现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世穆泽娶萧京阙时，萧映虽然已经是将军，但他戍守边关多年，此时刚刚回京不久，所以在朝廷上也只能算是刚刚崭露头角，并不引人注目。穆泽正是因为自己是重生的，他知道自己走向成功需要什么人，也知道自己走向皇位的捷径是什么，所以他才急不可耐地把羽翼未丰的萧映拉入自己麾下，从而把纳萧京阙进府整整提前了3年有余。陆安然对于穆泽纳萧京阙提前3年的事情也疑惑过，不过此时的陆安然并未想清楚是什么原因，猜测在后面的剧情里应该会有所呼应。3. 陆家的变化和萧京阙提前进府一样，陆家的事件也都有所提前。上一世中，陆云是在陆安然生辰时提出要参军的，后面参军至少1到2年后才兵败被害的。偷放通敌证据坑自家老爹，也是在陆安然自焚之前不久。在这一世中，陆云参军提前了大概3、4年的时间，陆老爹通敌被抓，则提前了7、8年不止。有意思的是，陆云虽然是自愿参军，陆青州也和上一辈子走的是一样的流程，但这一世出现这2件事的本质原因是完全不同的，并且陆云和陆青州的性命可以说是基本无忧的，只是陆安然还不知道。上一世穆则是利用陆云的死亡来彻底打败翼王，他弄死陆青州则是为了掌握全国的河运。
这一世中，陆云和陆清舟不过是穆泽要挟陆安然的工具，他为了陆安然也会保住陆云和陆清舟的性命。表面看来，一切都和前世一样，只是时间点提前了。但实际上来看，这两件事情似乎只是穆泽为了让陆安然以为一样，只是为了让陆安然走进自己的圈套而设的一个局。穆泽应该是猜出陆安然也是重生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所以照旧走一遍形式罢了。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骚操作，穆泽就必须是知道这两件事情的完整经过，才能把事情安排得这么严丝合缝、滴水不漏。4. 对陆安然态度。其实这一世里，穆泽对陆安然用情至深，才是穆泽所露出的最大的马脚。前一世陆安然在全家被抓之后，跑到大地上质问穆泽了3个问题，转身后又绝望地追问了一句：穆泽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穆泽说：当然爱过。陆安然说：你更爱的是你的王位。前一世陆安然是被辜负后绝望而死，他得到的也只是穆泽的一句爱过，更多是被利用的绝望。若说10年的朝夕相处、倾心托付，也只是换来了穆泽的些许动心的话，那么这一世穆泽对陆安然的深情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。这一世的陆安然并没有对穆泽动心，和穆泽也没有太多的相处时间，他甚至还多次利用自己的上帝视觉，多次陷害穆泽，把穆泽的心腹蔡望金都给坑死了。可就是这样，穆泽仍然对陆安然矢志不渝。他对牢里的陆安然说着狠话，但实际上是分散他的注意力，给他脱臼的肩膀复位，并且在高承贤归顺后，仍然卸掉了高承贤的胳膊给陆安然报仇。穆泽突然出现，陆安然为了不让穆泽发现徐清策而慌忙关窗户，穆泽想都没想的就伸手挡住，为此还受了伤。陆安然差点被陆熙然活埋的时候，穆泽也得想方设法的打听他的结果，只可惜他的出现比穆川晚了一步。这一世的穆泽说着最狠的话，做着最温柔的事，哪怕是陆安然一再的想要逃脱自己的手掌心，哪怕是陆安然一再的坑害自己，穆泽仍然选择容忍和迁就陆安然。这根本不是一个只爱王位的王爷应该有的行为。若他并非重生还拥有这份心肠的话，前世的陆安然也不会悲惨至死。这样的穆泽根本就是一位对妻子怀有深深歉意的丈夫。大概在上一世陆安然绝望自焚后，穆泽才发现自己有多爱陆安然，所以追悔莫及。也正是由于对妻子的愧疚，才使他面对妻子的各种折腾都无动于衷。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穆泽对陆安然怀有强烈的占有欲，哪怕是对自己最爱的九弟动心也不行。穆泽是重生的，这一点在他刚出现时送给陆安然礼物时就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。前一世穆泽送给陆安然的盒子里放的是鲜花，那是用来引诱陆安然上钩的。这一世穆泽送给陆安然的盒子里放的是大汉河系图。这一世的穆泽爱得太深，已经不舍得用上一世的方法来利用陆安然了。只可惜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穆泽都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。他心里有爱却不会去爱，又生生地把自己的妻子送进了别人的怀抱。